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我們會來關心到是伊朗的水母天網，竟然是可以獵殺美軍的 F-15E， 怎麼做到的？等一下來關心。另外就是伊朗，它靠着50年，它的這一款年老的 F-5竟然可以鑽爆美軍的基地，美軍防空神話等於破了嗎？今天另外也會來關心到的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有80%的船通行在這邊都得聽德黑蘭的話。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前，先提醒大家，環球大戰線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那在上面呢，我們有很多的會員朋友，先念幾個會員朋友特別有來支持我們的，包括呢，上面有 Martin、韋哲、瑞雪、One Berry、6350、Kevin Lu、梁光等等，其實有非常多的朋友來自世界各地，謝謝大家的支持。那麼提醒大家趕快按下這個環球大戰線的這個會員頻道，按加入呢，就能夠成為我們的戰友。今天一樣留言區留言告訴我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好，今天美伊戰事我們趕快來關心到的是美伊的2大戰場細節再度的被掀開，而且這一次最不堪的就是伊朗，不是美軍了。我們先來看到，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在4月份的時候，伊朗是不是大家還記得嗎？曾經擊落過美軍的 F-15E。要知道，這個 F-15E 造價達到了價值數千萬美元，打下來不得了。結果現在呢，回溯說，到底當時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發現竟然當時是被低成本的無人機一路給盯梢的。另一邊，等一下也會來關心到是伊朗，它服役超過半世紀的 F-5老戰機，居然可以鑽進美軍最先進的防空體系來完成轟炸耶。等一下，我們就這2起事件來慢慢的做剖析。好，先來看4月份被伊朗擊落的這個 F-15E 哦，五角大廈研判怎麼做到的呢？當時伊朗恐怕使用的是多架的這種無人機來協助去追蹤，看看 F-15E 人到底在哪裡，包括說這個無人機可以找到 F-15E 的具體位置、它的速度、飛行的方向，然後呢，把這些相關的資料趕快速的傳回到地面，給這個監射防空飛彈小組，他們呢透過小組再完成精準的獵殺。好，當時也做了一個回顧，說呢，其實在天空中突然間出現了一群，好像科幻片哦，就像是水母一樣的無人機，有非常多架在上空。那多架的無人機彼此之間還是聯動的狀態。消息人士說，就像是無人機的雷區。那麼 Warzone 是這樣做報道的，他說真的是很像一個科幻等級片的一個 AI 的蜂群。當時到底是怎麼運作？我們剛剛說很多無人機在上面嘛，怎麼運作的呢？其實呢，是一架裝有攝影機的無人機，它可以提供有關於敵機的大致方向跟速度給其他架的無人機哦。那麼大家就可以透過分散的方式呢，形成便宜分散而且很難被一次摧毀的空中感測器。所以怎麼運行呢？無人機在發現了敵軍的目標之後，趕快再把資料回傳到地面的小組做埋伏之後，最後靠着監射飛彈來做開火，就把當時的美軍 F-15E 的戰機給打落了嗎？是靠這一套邏輯嗎？那 F-15E 發生了之後，也代表美軍再也不敢高調深入在伊朗的上空領空了嗎？漢廷怎麼看這一起事件？首先，在4月份的時候，大家還討論到底真的假的哦，那還是說是他的幻覺，還是說是其他的可能攻擊？但是後來經過了軍事專家的詳細對比，確認實際是美國空軍的F-15E 被擊落了。那這非常的算是嚴重吧。F-15E 呢，它是美軍空襲伊朗對地打擊的主力，而且呢，它還能夠有隱身的裝置啊，甚至呢，它也非常的厲害。可是呢，美軍高層軍官承認，伊朗它借鑑了俄烏衝突的經驗，在美軍戰機活動附近提前設好了大量的無人機。這些無人機呢，它可以有 GPS 的坐標，然後定位飛行的速度，最後呢，還能夠回傳整個航行的方向。所以這個機組人員他才回憶說，天空像出現了一群水母一樣，而且多架可以彼此聯動哦。就以前的傳統防空很像是用望遠鏡來找敵人啊，望遠鏡呢也很貴，而且也很容易被炸，視野也比較狹隘。伊朗的新玩法就像在天空撒了一大把的蚊子，
每隻蚊子就幾塊錢，但是呢就組成了一張活體監控網。你拍死一隻蚊子，剩下的一大堆繼續在盯着你，而且呢它們還可以聯動。你炸掉了雷達站，蚊子也還在繼續飛。所以大象再強，它也很害怕蚊子組團盯着它，然後一直盯，一直盯。另外還有一個 F5的老古董突襲，50歲的戰機竟然能夠鑽進了愛國者的漏洞之間。前美國北防司令的這個范赫克親口證實非常的丟臉。為啥呢 ？F5是個很落後的，是在冷戰時期輕型戰鬥機，服役超過半個世紀啦，也沒有隱身能力，也沒有現代的精準的武器，甚至雷達系統也很落後。應該是要成為愛國者系統的這個標靶，他一來，愛國者系統就打回去啊。結果想不到愛國者攔不住，為什麼？因為愛國者系統它擅長攔截導彈彈道導彈這種高速目標，它的雷達掃描模式和火控邏輯都是針对高速高空大目標來的。可是面對這種貼地型15公尺飛來的小型戰鬥機他來不及反應就等到他發現的時候，他已經不知道怎麼反應了。一開始他可能還覺得這沒什麼了不起，就沒有搜尋到。就好像啥呢？就好像愛國者呢是一個專門抓超速的交通警察，对吧？這個高速公路上來的車那他會抓。但 F5像啥呢？它就像一個破爛的腳踏車它沿着路肩然後蛇形騎過來，所以它甚至很低很矮，它的高度都沒有到交通警察的膝蓋，所以交警的測速雷達掃不到它。然後等到交警發現我怎麼腳下癢癢的時候，人家已經打過來了甚至呢，這個自行車已經從我的這個雙腿之間穿過去，還回頭扔了一個汽油彈。所以，是否代表全新的防空邏輯呢？其實是，而且是一個典範型的顛覆。好，有關於漢庭剛剛講到的第2點，有關於這個 F5，等一下也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因為剛剛說了嘛，他其實年紀已經非常大，已經達到50歲的這一架 F5的戰機，他當時採取的方式，做攻擊的方式，確實如漢庭說，他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是用低空突防的方式，低於50英尺的，然後呢，接着在高速前進，全程是無線電的靜默狀態，然後呢就避開了這個愛國者防區。好，現在美軍還有另外一個很難堪的問題，就是呢，美軍互相各個部門之間互相推卸責任。我們先來看一下其實在1947年之後，美國的空軍獨立之後，基本上的分配工作是這樣子的。基地的地面防空是由陸軍負責，空軍負責戰機，愛國者、薩德等等的防空系統是由陸軍承接。但是今天的戰場變得更多元，但是呢，各個軍種之間卻是各自為政讓美國現在出現了所謂的防禦的空窗期。伊朗是不是也看穿了現在美軍的這個防空上面的弱點？那兩個事件，不管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F-15E 用美軍的這個伊朗的水母無人機的戰法，還有關於這個 F5的事件，酈將軍又怎麼看？思敏，我先問你一個問題，看你知不知道？這個防空飛彈是屬於陸軍還是屬於空軍？防空飛彈，各位觀眾，你可以去推測一下，你認為屬於陸軍的就寫1，你屬於空軍的，你就寫2。歡迎觀眾朋友來留言跟我互動，對，留言恐怖。這個我這邊其實我們包括我們台灣在內其實一直改來改去。這個原來最早是屬於陸軍的，後來有一段時間編成空軍，後來又有一段時間又編回陸軍所以這個防空作戰到底應該屬於陸軍還是空軍？其實，在我們軍界來講，有很多的討論。為什麼會陸軍一下空軍改來改去，就是一個作戰體系的整合的一個問題那如果說是都歸陸軍來講的話，但是你地面的導彈，飛機在天上，空軍是在天上飛的飛機，那你兩者怎麼來整合？我們不要講說是這個飛機回來的時候，我們要陸軍要開闢一個空中走廊掩護它通過，然後甚至不要誤擊自己的飛機。但是如果在防空作戰的話，雙方必須要結合。我講一個具體的一個名詞，叫做彈彈機彈炮。什麼叫彈彈機彈炮？就是最早的時候，你一定是區域防空的飛彈先打出去。如果說是像這個解放軍的紅旗9或者是 S-300、S-400等等來講的話，射程都在這個200-300公里之外，你就要發射出去。這屬於我們稱之為區域防空。然後如果敵機再接近，你第一層沒有攔截到的話，就第2層的導彈要再打出去。第2層的導彈，就解放軍來講，它可能用的是
紅旗22哈，射程大概100公里。那第3層的話，可能就用戰鬥機去攔截哈。然後第4層，如果戰機再沒有攔截到，再接進來的話，就要用短程的導彈。那最後當然是靠機炮，所以是整個重層攔截哈。那陸空必須要互相的配合。那這是很明顯的。就美軍來講的話，我覺得他們陸空來講沒有說是協調好，沒有聯繫好。所以才會形成一個空隙，讓 F5戰機可以鑽隙鑽進來。那導彈你知道都是用雷達來偵測，這個雷達來對空來實施搜索，這是這個地對空的導彈，它用雷達。是。那第二個，我在好奇問一個問題哦，看觀眾知不知道地平線有多遠？地平線如果說是我們其實可以算得出來了，有公式，大家 Google 去看。就我如果說是以我通常來講，如果說以一個人的身高這個1.7米來講的話，大概看過去的距離頂多就是這個可能大概10幾公里這麼遠。那雷達來講也是一樣，它超過地平線它就沒辦法看，你站得越高可以看得越遠，可以超過地平線。那在這種理念之下，如果說是你對空雷達，譬如說是你不管是 S300或紅旗9，你的雷達對空偵測來講的話，它如果說是在地平線以下，你就偵測不到。那如果說再有地形地物的阻礙來講，你更可能偵測不到。這就是 F5戰機為什麼它低於50英尺，50英尺只有多高呢？50英尺大概只有4層樓這麼高，這非常低。那我特別要強調哈，伊朗這個飛行員也非常的勇敢，他敢飛到這麼低，在山谷裡面鑽着，讓你的地空雷達看不到。那美軍有沒有空中？那你就必須要借助空中的預警機由上往下來看。但是如果說你空中的預警機跟地面雷達彼此不能配合上，地面看不到的空中預警機又沒有升空來偵測，美軍極可能是輕忽了或輕敵了伊朗這個 F5戰機居然還可以飛得起來，還有戰機的力量，所以他沒有辦法24小時保持預警機在天上由上對下來實施探測。來偵查哈。第二個，美軍也有可能他的這種預警機的戰力，因為那畢竟來講，整個波斯灣這麼多個，美軍整個在波灣那麼大一個範圍，他都要派遣預警機，他可能力有未逮，做不到，所以會產生了由空往下的間隙，就是只靠陸軍自己去防衛。但是好，最後一層防空來講，應該就像我講的，最後還有一層，你最起碼基地裡面還有導彈，對不對？好，這個監視型的導彈，如果看到敵機過來，還有監視型的導彈，或者是地對空的這個機炮，可以來攔截這個 F5戰機嘛？那為什麼最後一層沒有呢？我跟你講，最後一層美軍全部跑去住5星級飯店，他基地沒有人。我講的不是笑話，我講的是真的哦。大家看一下，這是這個波斯灣這場戰爭裡面，美軍為什麼傷亡很少？有些基地被打得很慘，但是他傷亡很少，因為美軍人命關天他人命為主，所以很多在戰時的時候，他將基地裡面的人員非必要的人員，他全部撤到5星級的飯店，躲到那邊去避這個伊朗的這種火力的攻擊所以最後一層的防空它就破空了。那你想想看，地空之間沒辦法聯合，空中來講它沒有辦法由上往下來做這個24小時的監測，那 F5戰機又從這個空隙裡面鑽進來，到最後一層防空，你美軍根本就沒有在守，你所有人都撤到5星級飯店去，難怪 F5戰機這麼老古董的戰機可以發揮對你攻擊的力量。這個是我覺得伊朗人第一個很勇敢他敢這麼低空飛行；第二個，他冒險性也很強；那第三個，他找到美軍的空隙在什麼地方，才會發揮這麼大的一個戰果。好，我們看到，所以伊朗的2次的戰法等於找到了美軍神話它的一個空隙也打破了所謂的美軍神話。這是在空中，而伊朗祭出的最新的一個戰法。那第二個在海上，我們也要特別來關心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了。因為呢，其實川普到現在為止都非常的有信心，他說呢，荷姆茲已經完全的掌握在美國的手中。赫格塞斯甚至說，美軍已經有足夠的資源可以維持對伊朗無限期的封鎖。但是我們如果看具體的數字，卻不是這樣子的。船東完全不相信美國能保護他們啊。我們來看到8月11號這一天，荷姆茲海峽14艘船通過，非常的少哦，只有戰爭之前的1成。那14艘通過的裡面，還有11艘走的都是伊朗它的路線哦。那麼這當中，我們在這幾天還看到了2艘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船被伊朗給攻擊。現在看起來，伊朗確實
高度的掌握了整個荷姆茲海峽。那麼呢，路透社也直言了說，有關於美國現在做這個針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各種打擊，確實有打擊到有關於伊朗在海上的海軍，但是目前為止，荷姆茲海峽的控制力主要還是握在伊朗的手中。幹哥怎麼看？為什麼？因為50-60年來啊，荷姆茲海峽都是你說它不是伊朗的內海，對，沒錯，它不是它的內海。可是它是不是實際控制在伊朗的手上？是。所以說一句實在話，美軍有科技優勢，也有武力的優勢，但它沒有傳統的優勢。也就是說，這個區域始終它是在伊朗的手裡面。那你現在想要改變當地的局勢的話，那你就要投入成本。比如說，你要建設更多的預警系統，你要派軍艦，甚至你要派武裝部隊，這些都要花成本下去。短時間你可以做得到，時間一久就不可能。為什麼？很簡單，因為這個地方很多船要過。最高峰的時候啊，每天130艘船過，現在一天只有14艘船，其中還有11艘是靠伊朗這邊走的。為什麼？靠美軍這邊的話會被伊朗打，對，所以他只好靠伊朗這邊，靠伊朗這邊走還比較保險，而且它的收費不會那麼貴。大家知道，現在如果說是掛着巴拿馬船籍，或者是說掛着，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實際上你是西方的那個郵輪，然後你掛着那些船籍，是一眼能夠被看出來的話，坦白講一句，像這些船，他們的保險費都非常貴的，你知道？平均從300萬到300萬到1000萬美元的保險費。這種保險費是依據船舶的價值而定的，大約是這艘船的10%。也就是說，你現在要通過的話，你要繳300萬美元的錢，那可能這艘船它大概價值3000萬，或者是要到1000萬美金啊等等，就是說大概是以10%來計算。在這種情況底下，我說句實在話，很多船公司他們都受不了。為什麼？太貴了。通過一次要300萬到1000萬美金，那我們到底還剩下多少利潤呢？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難怪現在通過荷姆茲海峽的那個郵輪或貨輪，都數字一直沒有辦法提升。那你一直沒有辦法提升的話，美國對於世界的承諾就一直打折扣。這就是川普現在最傷腦筋的地方，因為只要郵輪開不出來，西歐受影響，然後東亞受影響，美國自己本身也受影響，這就是最大的難題啊。對，所以我們看說，到底美軍能夠進行多長的封鎖，你不知道，然後連川普自己都不知道，他認為說他的科技能夠打敗一切。如果你的科技能夠打敗一切的話，為什麼一架 F5，伊朗的很舊的 F5，我今天跟大家坦白說一句，伊朗只剩下 F5可以拿來攻擊了。50年前的老飛機，為什麼？因為他們空軍已經沒有飛機可用了。但既然這樣子，還能夠真的鑽到科威特的基地去丟炸彈，還飛回去，美國你真的很丟臉，你知道嗎？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